想象500万的房子就在眼前。对啊，我就在我的书桌前面写上说，我考上经纪人，等于我赚到了一间500万的房子。我们一次就把它考上，不要像我考了4年才考上。嗨，大家，欢迎来到慕容的世界 Run the Planet。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从一个旅行 YouTuber 斜杠不动产营业员，历经了4年的不动产经纪人考试后，终于在今年顺利上榜不动产经纪人啦。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还有考试技巧分享，而且还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开始吧。为什么从旅行 YouTuber 斜杠不动产经纪人？当初大家都知道疫情很不容易，那尤其是做旅行的，当然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啦。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到台湾，想一下自己能做什么。结果有一位学长跟我讲说，你可以考虑去做不动产。他觉得说不动产，尤其是对男生来说蛮好的，可以先一步了解我们未来可能都会买房子。他也跟我讲说，你看像现在市面上很多不动产中介公司嘛，你就去最大的那一家。学长跟我讲的很简单很直接，就是如果先去市面上比较知名的中介公司，他们通常有保底的机制，可以领个半年这样子。虽然很辛苦，不过确实在当时是给我一个蛮大的经济上的来源，而且如果说做了不喜欢的话，还可以再做别的，所以当时就去面试了，也蛮幸运有录取。那在这边我要特别说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从以前就开始看我频道的粉丝朋友们，感谢大家还继续看我的影片。这段期间我更新的频率不固定，或是久久发一次片，有的时候也因为工作或者是单纯自己要调整一下状态，也谢谢大家还继续收看我的影片，但大家要常回来看影片哦。疫情期间的心路历程跟动机，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也有几个礼拜就是在家工作。在台湾的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讲究证照的，要从事不动产买卖，首先就一定要有不动产营业员的证照。营业员其实不难，基本上就是刷题目、参加培训、考试就过了。那营业员的下一步，我就开始思考要如何精进自己。在台湾的话，要开店，像是不动产经纪业，或是代销，或是包租代管，都要有一张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就算你不开店，有了这张证照，基本上也可以让你在原本的店里加薪。再加上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去精进自己的人，也很鼓励大家，今天如果你在什么领域觉得有兴趣，如果在台湾这样的工作环境的话，就可以考虑去取得相关的证照。工作中如何平衡工作、创作跟考试？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像是在我第1年准备考不动产经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做业务工作，一边准备考试。我都还记得考试的当周那个礼拜，我都还要去处理屋主跟买方之间的事。所以那一次我只考了40几分，根本就是去当炮灰的。然后基本上就是抓休息的时间或是休假日来剪辑自己旅行的影片。那第2年呢，当然觉得这不是办法，所以我就比较专心，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下，专心准备考试。结果第2年感觉自己比较认真了，后来考了58点多分，哇，当时有点难过，但是觉得都好像差一点点，就继续考第3次吧。所以我又专心准备了1年。那第3年真的觉得自己比2年的自己更强了，结果最后考试成绩出来，平均57点多。因为那年题目确实比较难，那我当时整个有点欲哭无泪，就是蛮灰心的。但是后来想一想，没有办法啊，就是希望能够把这张证考到。如果差那么一点，那就再拼1年吧。很高兴在第4年终于上榜啦。所以这边呢，就是如果朋友们你是身兼多职的情况下要考不动产经纪人，真的难度蛮高的。那适当的去把一些工作，或是适当的把自己的一些外务减到最低。那准备考试还是专心以考试为主吧。总之呢，就是要确保自己有很专注念书的时间。那像我的话，可能原本的旅行拍片就当成是一种调剂，当成是一种压力下的释放，所以就把发片的频率降低。OK，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神秘嘉宾出场啦。嗨，大家，我们的神秘嘉宾 Ricky 学长。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友达人 Ricky。
那我自己呢，主要也是从事海外不动产的工作。那我的频道是飞楼达人，大家可以去飞楼达人的频道订阅、关注 Ricky 学长哦。那我们就开始吧。当初为什么决定要考不动产经纪人？我自己大概也是从疫情那个时候开始做不动产。那个时候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海外不动产，那我们其实也有需要这张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那再加上自己从事这个产业我也会希望说对于政府的政策还有相关的法规能够更了解。那我也觉得其实这张证照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加薪，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说自己也可以去考取这张证照。加薪很重要。从开始准备到上榜花了多久时间？应该说从开始准备到考试，我大概花8、9个月的时间，因为从考试是11月，考试到放榜大概还有3个月。其实那3个月也是你会很煎熬，对。但是就是我自己准备，大概它不是每年11月考试，对，所以我是从前一年的就4月开始准备，所以4月到11月大概这样子8、9个月的时间，8、9个月就考上了，算一次考上很厉害。那是就天赋异禀。就是那一年，我觉得考运也不错啦。那一年我们的录取率也比较高，好像有10%吧，有10%，所以也算是比较高的。当然，学长是谦虚啊，学长也肯定很努力在看书的。看书是一定要的，但是真的考运，我觉得也是能不能考取这张证照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初觉得哪一科最难，是怎么克服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考试总共分4科，第一科是民法，那再来是土地法，然后再来是不动产经纪法规，对，然后第4个是不动产估价。就是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民法是最难准备的，因为其实民法的法条相当多，我记得好像1000多条。那再加上其实民法里面有一些内容，其实跟我专业，跟我以前念书到现在，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法律背景，所以我就是自己觉得在准备民法的时候是真的很吃力。那光是要上课，就是要看完所有的影片，也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再加上你要去念书去吸收，我觉得民法真的是最不好准备的。所以我在考前我也看很多人应考的心得，大家也觉得民法就是一个大魔王，反正我们这4科加总起来的平均及格就好。对，民法常常就是大家分数最低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其他科分数拉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应考策略，就是把你有把握的你的时间去看比较好拿分的科目。那我自己是觉得民法是比较不好拿分的，但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慕容你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民法真的是尤其在很多年来说，它都是比较难。那我还记得，就是我考了4年嘛，对，前3年民法就真的都很低分，基本上都不及格。可是就很妙，就很悬。第4年，我的民法成绩居然比土地法还要高，真的。当然，我可能那一年的土地法比较难，考得比较差一点。是，虽然民法真的很难，真的是大魔王，但是通常也不能放弃啊。对，你可能可以弱一些，但是就是还是要翻一下。补习班函授课程有推荐的吗？还有对哪个老师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因为我是在台中，所以我一开始是找台中的补习班。那我最后是找到一间叫高点的，然后高点我觉得他们的师资也都相当不错，然后其他的科目我觉得都教得很好，尤其是教土地法的一位老师叫曾荣耀，我觉得他给我的那个就是整个土地法的框架逻辑都很清，我蛮喜欢上他的那个土法但是那个估价这一科，就是我自己上完高点的课，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然后我又听人家讲，其实不动产估价是比较好拿分的。对，那我又很担心说我自己都听不懂，我很怕考不好，所以我在网络上找很多资料，然后最后是有找到手语陈汉基老师的不动产估价的课，那我就是有再去单买他的不动产估价，然后我觉得他也上课也很棒，然后他的教你怎么去推导公式然后其实估价我觉得就上他的课之后，我的分数也都还不错，所以我自己是推荐，如果说你们真的有意愿准备考试的话，高点的课或者是我们刚刚讲陈汉基老师的课，我觉得都蛮推荐的。有没有什么读书工具或是资源你特别推荐，觉得特别实用？当大家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网络上会有很多推荐的参考书，有一些都有卖他们的笔记。那我自己因为我有报名
补习班的课程嘛，那补习班其实提供给你的教材就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上课的话，你们就先读那补习班提供的教材 ，OK。但是在考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写考古题嘛，那我就是用那个阿摩线上测试，然后它好像可以储值付费的。考古题其实是比较多的题目跟详解。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考试考古题其实是会有相关的，那你多练习考古题，其实你的分数会掌握的比较好，对题型会掌握的比较好，然后分数也会比较漂亮。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想到就是阿摩那个线上测验其实蛮重要的。你是有用那个阿摩？有阿摩其实蛮万用的。对啊，好像甚至连考外语领队，对，就是很多各项考试都可以发现阿摩。对，就是各种的题库、考古题这样，上面有很多神人，对，他就是会解答，把一些比较艰涩的题目，然后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析，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是蛮有帮助的。对，阿摩是真的蛮推荐的。可是大家可能因为有些题目它是申论题嘛，对，申论题可能有些解答，因为好像有些详解，例如说它要付费啊，或是储值，或是可能有些它的概念啊，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但如果说今天比较难的申论的话，或许那个逻辑、那个条理，可能大家还要再自己去思考一下。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可能阿摩的有一些好像，尤其是申论题的部分，还要再去自己再想一下。对啊，或是对照可能现有的一些比较有逻辑的解答，或可能像补习班的再去参考一下，会学得更全面一点。心路历程，自己有没有觉得想要放弃的时候？怎么撑过来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挑战，或者是你的外物，包含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家里的事情。那我觉得，当你起心动念要考这张证照的时候，要先建立好一个很强的动机。那你有越强的动机，那你后面真的遇到这些挑战的话，你就比较不容易放弃。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现实的动机就是我刚才有讲到，有这样证照可以加薪嘛。那其实我们公司是如果有这样证照的话，那每个月会再多8000块钱的补助。然后我觉得这8000块钱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还不错的收入。那我自己就因为我们做不动产的嘛，我就是把它回推。现在租房子的租金投报率大概是2%，那每个月收8000块的租金，那如果弄2% 回推的话，大概就是一个500万左右的房子。那我就想说，如果说我真的成功考上这张证照，那我的公司给我的加薪大概每个月8000块，所以我就等同于说我考上这张证照，我就有一间500万的房子。所以我是用这样子的动机去强化我自己，说我一定要考过这个考试，我一定要考过这个考试，我只要一考上，我就赚到一间500万的房子。对，所以就是我现实层面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你先有这个动机之后，你后面遇到我刚刚讲的外物啊，还是什么，就比较不容易放弃。可其实说实在，就是我在准备考试那一年，我家里是发生蛮多事情的。我刚刚有讲，我4月开始准备考试，那就是去补习班补习，然后到7月的时候，我的爸爸就是被检测出来他有胰脏癌，然后就开始住院，然后接受手术。那个时候我们家人就是要轮流去照顾他，我就变成说，除了我的工作，然后晚上去补习，那补习完再去医院，然后就在那个病床旁边，就等到他睡着休息，我才有时间在念书。那当然就是这段时间一定会比较辛苦，所以我也有萌生想要放弃的念头。然后到了10月的时候，我爸就还是挺不过来，就离开了。所以等于说10月就考前的1个月，基本上都在处理我家人的后事。然后我的太太那个时候又怀孕，所以除了我要照顾我爸，我也需要去陪伴我太太。那我女儿是在12月出生，所以其实就是11月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就是又面临我爸爸的离开，然后又面临我们家有新生命的要到来。对啊，所以有小朋友要到来，你也要准备很多嘛，就要布置家里，然后添购一些小朋友的东西。所以其实坦白说，那个3、4个月是真的很多事情啦，因为我的工作又要照顾我爸，又要安抚我太太，然后要预备小孩出生。其实真的想要放弃的念头是出现蛮多次的，但是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开始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说这些事情你准备好，你念书，你顺利考到证照，你就赚到一栋500万的房，所以你就还是会想要拼看看，就还是要努力去达到。那还是给这些如果你有意愿想要准备这个考试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先强化你们的动机。那有这个动机之后，后面的念书啊还是什么，你就比较不容易放弃。
要不然说准备考试真的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你也真的会有很多挑战。但是我觉得像慕容真的很了不起，谢谢。你看他1年、2年、3年、4年，他还是可以一直就是没有放弃，然后去考上这张证照。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要考上，就是想办法1年把它拼上，就考上，因为读书真的太痛苦。对，能够痛苦1年，就不要痛苦4年。抱着你今年要考试就一定要考上的决心，那就不要放弃。Ricky 学长的这个心路历程真的是很多故事哎，而且满满的洋葱。是这个故事是我真的访问 Ricky 学长才知道的。荧幕面前的大家可能都有被这个故事打动到，就是就像学长经历的这些人生历程。如果像学长经历这么大的事情，这么样不一样的人生阶段，都还依然保持着那个动机，相信如果大家在准备考试的话，会比较顺利一点。对，有些人可能一听到那个投资报酬率，想想那个投报率，你可能就有动力了。就有动力，对，能够赚到一栋房子 ，Why not？对啊，你看你真的要买一栋500万的房子，你可能头期款2成，你也要准备100万。但其实我们去补习了，花的费用大概3-5万块钱就能够去参加补习。当然你补习、念书、考过，你自己还要努力去念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强化你去考到这张证照的动机，真的蛮重要的。会觉得蛮值得的啦。是啊，这个投资是值得。考上经纪人之后的生活跟工作有什么转变？考上之后，当然你就有多一张证照。那像我刚刚说，你可以多一份加薪的收入。那后来就是我自己也离开之前的公司，那现在也自己在做不动产的工作，那我就可以自己用这张证照，那就可以自己做想要自己做的生意了，这样也蛮不错的。自己起来当老板，自己起来当员工加老板，校长兼校长兼壮壮。有没有什么上榜关键？你觉得是大家比较常忽略的？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在拟定读书计划的，或者是你的应考策略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稍微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这个考试你说难吗？就是现在考过回头看，好像真的也蛮多人都能够考到这张证照。我觉得其实应考策略是蛮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啊，我是及格分数是60分嘛，我是61分，就低分通过这样就过了。对，就过了。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的应考策略可能做得还不错。就是比较简单的科目，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分数拿很高。所以我自己觉得比较简单的科目就是不动产经纪法规，然后还有那个不动产估价。那比较难的科目真的是土地法，然后土地法的范围也很多，要准备的东西内容也很多。那最后就是民法，所以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我真的会把比较状态比较好的时间去念我觉得比较容易的科目。像我刚刚讲的经济法规或者是不动产估价，因为那个真的范围比较小那你其实看过多看几遍，我觉得就比较容易融会贯通。那土法的话，就是真的也是要拿高分因为你不确定你民法能够拿多少，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应考的策略是能不能上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其实大家在念书在准备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自己对哪一个科目比较有把握那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准备那个科目。那真的像一开始说的，我觉得民法我真的没辙，就大概这样，就考前就还是写考古题，但是就不会花特别多时间去念书，因为你念书它考出来也不见得会考出来，所以我会觉得念书的时间是比较宝贵的，就是真的要把时间花在比较容易拿分的科目上面。对于正在准备考试的人，你想对他说的一句话？谢谢慕容邀请我来拍这个影片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在准备的念书的过程是蛮辛苦，那我们等于说也是同一个阶段一起在准备考试。那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准备考试，其实会给你很多的力量，大家彼此互相的鼓励。那希望你现在在准备考试，那你看了我们的慕容这支影片，那你也会有满满的动力。那我觉得还是回过来就是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想要考上这张证照。那我们也知道说，考上这张证照可能对你会有实质的帮助，或者是对你也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你也会有专业知识的提升。就是先把 why 先找出来，那强化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动机。那最重要的就是应考时间很长，备考的时间很长，不要轻易的放弃。因为如果你很轻易的放弃，就表示当时你想要考试的那个动机真的不够强烈。因为我们
常常举例嘛，就是如果今天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明天就会死掉。你今天不减肥，你明天就会死掉。那你是不是就会加强你想要减肥的决心？那一样啊，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考上这个考试，也许我不会死掉，但是我就赔掉一间房子，你就会觉得好可惜啊，我不想要赔掉一间房，有1500万的房子，我考上我就会赚到。那我就是这样子强化我自己的动机，所以还是给大家鼓励，就是千万不要放弃。这样我们在准备考试的路上，我已经想要起心动念想要考试，加强这个动机，让自己每一天都按部就班的去念书。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不要放弃，大家加油 ，OK。想象500万的房子就在眼前。对，500万房子在眼前。我那时候在考试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桌前面。就是写上说，我考上经纪人，我等于我赚到了一间500万的房子。每天考试前我就先看一下这个500万的房子，你就会很形象、很具体的形象化。对，你念书的时候也会更专心，对吧？因为这个做所有事情，就等于说你在买房子，在准备头期那个阶段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把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形象化，看到那个未来的样子，对，你就朝着那个目标前进。没错。学长刚刚也提到，因为我们刚好也有同期一起准备，只是学长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是比较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学长就哇先考上了。你能够找到和你一起看书的朋友是最好的，或者是你有一起读书的社团社群是很好。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大家就多看这支影片吧，我们就陪大家考试。对，你在下面留言。哇，那真的是感谢Ricky 学长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分享，还有应考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准备技巧咯。自己最有效的读书策略跟时间规划，读书计划真的很重要。假设你从5月开始准备不动产经纪人，那离11月考试大概就还有6、7个月的时间嘛。那基本上呢，就是分成3个阶段：初期、中期跟后期。那初期大概就是5到7月3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如果你是有买补习班的课程的话，你就是把正课从头到尾看一次。那如果你是自己准备考试或自己用别的教材的话，你就是把你手边4个科目的教材完整的看过一遍。接下来进到中期的阶段，8、9月那个时候，差不多你就可以正课或是你自己的教材再看第2遍，然后开始做考古题、做历届试题。而且重点来咯，一定要自己做笔记，在接下来的阶段肯定会用得到。那后期也就是10月、11月的这个阶段，就是要狂冲刺考古题。那同时呢，也把自己整理好的笔记不断的在加强，看到自己什么地方不懂，就特别加强自己弱的地方。后期很重要的就是要刷题目，练你答题的那个手感跟那个节奏，然后把不懂的做补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使用了哪些教材，还有函授课程以及补习班推荐。第1年，我就是用市面上的强登不动产速成总整理，还有它的题库，还有阿摩的线上题库。第2年，我有搭配许文昌老师的不动产历届试题申论补强。第3年，我就用了第1年、第2年的课程之外，还买了手语陈汉基老师的考前冲刺课程。结果还是差一点。第4年，我就决定整个把头都洗下去，就买了手语陈汉基老师的函授全修课程。那如果你对这些课程也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团购资讯。那我呢也会帮大家争取看补习班有没有什么优惠啦。应考的准备技巧，虽然我考了4年，好像真的考太久了，但这4年确实跌跌撞撞，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说。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民法放掉。其实我真的能够理解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会把民法放掉，它是一个比较靠理解的科目，而且你真的要把这科到比较高分，花的时间通常要很久很久。所以我前3年民法考的真的不怎么样，到了第4年民法好像考及格吧，就是考比较高分。所以呢，重点就是各个章节的比重你可以去拿捏，可能这个章节读比较少一点，但是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完全放弃，就你还是要读一点就对了。举例来讲，像民法最多，通常也是最难的章节就是债编跟物权编，尤其又以债编最复杂。可是呢，像是112年的民法申论题，2题都有考到债编，所以就真的很难说。如果都完全把债编放掉的话，那年申论题肯定就是分数拿不高。
而且我们就拿不动产经纪人实际会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债编当中的居间契约。所以债权编当中的居间契约其实就蛮重要的。虽然可能看过了你还是不太会写，但是至少遇到申论题可以掰嘛，有一点想法就可以尽量去发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历届试题的环节。历届试题推荐大家做近10年的，因为超过10年的很多法规其实后来陆续都有修过，所以可能有些选项就已经比较不符合现在的状况了，所以就推荐做近10年的，把它做熟。那至于说要做几遍呢？推荐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要做3遍以上，当然是越多越好。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至少也要做个2遍，而且基本上做到第3次以后，你就是针对自己还比较容易错的，还比较不懂的去做强化。有一句话相信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考试其实是考谁忘得少。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题目就慌了，那可能分数就拿不高。但是你如果做历届试题做得比较熟悉，就算考试的时候忘了一点点，但凭着你做题目的一些手感跟印象，通常你还是能选到答案。给上班族跟转职者的建议，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或是你身兼很多其他外务的考生们，读书计划就会是一个你督促自己要完成的一个目标，尤其是在考试前，几乎所有人都会比较慌张一点。可是说，如果今天你有按照读书计划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害怕，你心里也会比较踏实。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通常读书计划也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稍微做一些调整。那我的建议呢是，一开始你可以看自己1周大概可以读多少个小时，可以读多少的量，可以读多少章节。那可能每个礼拜稍微做一些微调，但是大方向不要变。重点就是说，你要找到自己的读书节奏跟读书的步调。那如果大家真的不太会定读书计划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一天最好要读有4个小时。那如果真的太忙的话，尽量拉出3个小时来念书。因为说，如果你一天有读书读到4个小时的话，或者是很专注的3个小时的话，你自己会比较踏实而且这样子1个月下来，你就很能够知道自己读书大概可以读多少的量，1周可以完成多少章节。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1周、2周读下来的经验，去合理的调整自己的读书计划啦。如果再来一次，会怎么做？准备考试真的是很辛苦，那过程你肯定会有很多需要克服的，所以尽量我们一次就把它考上，不要像我真的是血泪的考了4年才考上所以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应该第1年就会直接买补习班的全修课程，直接把自己的基础打好，那也跟着老师的步调，按部就班的念书，冲刺的时候也跟着进度去冲刺，这样可能就是辛苦的那么1年啦。如果你是有兴趣1年就考上的朋友们，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说明栏连结哦。那接下来我也很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就是说以后如果我的影片旅行的内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有时间的话，去拍一些当地的看房体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那欢迎朋友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或是你想看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留言跟我说。最后想说的话，其实像人生我们有很多阶段嘛，像不动产经纪人对我来讲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坎。我相信朋友们可能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坎，当我们遇到这些坎的时候，都要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别忘了去欣赏一路上的风景。等到抵达了目的地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咯。OK， 也感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Ricky 学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跟上榜技巧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到 Ricky 学长的频道飞楼达人，那他也有一些不动产相关的经验分享，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哦。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订阅、关注、按赞支持慕容的世界 Lonely Planet， 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鸡哥的学生这边应该有很多鸡哥，说不定他有在看影片。OK，老师谢谢还有鸡哥学生、学长、学姐 ，Hello。